潮流帽子、衣服，大家都有。潮不潮是你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感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志祥。每一次别人问我说：“小树，你已经40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搞笑？”谁说40不能搞笑？40就要变严肃了吗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千万不要被你的年纪而锁住，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。你可以问我现在几岁？10岁。我自己家里面有整排的鞋墙，也有整间房间的鞋，总共算下来应该已经破1500。台湾可能养鞋嘛，就很潮湿，所以你要开整个都是空调，就永远都不穿它这样。那很多人会问你说，那你鞋买来不穿，你干嘛？我收藏的是因为我爱鞋，回到家我可以看着它，摆着它，我就觉得很爽。所以别人说你是蜈蚣，我很开心。公仔房这样打开，就满满的朋友在里面。毕竟公仔他们也要隐私嘛，是他们半夜会自己玩，你知道吗？哥们你好吗？我喜欢的潮流艺术家 KAWS 啊 ，KAWS 有一区有 Break 最多了，没有算数量。如果按照艺人来说的话，我说第2，不会有人说第1。真的。这个小木它本来有一根羽毛在插在这里，但这个羽毛不见，但还在我家，我一定会找到它。这100只啊，19号啊！去啊！赶快拿走，赶快帮我处理。我的心在淌血，你知道？这一只之前在拍卖里面已经飙到7位数，那我当时也是以原价去购买的。我也是在20岁左右才有一点点能力，开始收藏，跟很多的艺术家合作。Andrew 在我唱片的封面就已经是跟他合作了。像 Ron English，2000几年的时候在纽约已经看过他的作品，可是当时的我是买不下他那一幅画，没想到兜了一大圈之后，帮我做了联名的公仔。我本来就对于这些流行很喜欢，很多品牌都会赞助艺人嘛。突然间，那个店员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之后这个牌子不能再 sponsor 赞助你了，我们的衣服不适合谐星穿。”我是很难过的，我才开始会有这个创业的想法。我以前就说过我不当花瓶，虽然我有这个资格，但我就不要。我曾经说过一句很臭屁的话：跳舞就是我休息的时间，最轻松、最开心的时候。精武们开始以子舞的部分，强大的气势，然后让大家很关注嘛。我根本也没有想过亚洲舞王什么的。当你这个封号出来的时候，你好像不能有累的时候，你好像不能有不强的时候。出道26年，我们当时4大天王出来，我是算颜值最高的那个啊。你发不了唱片之后呢，家里负债，然后自己本身又欠钱，如果你一直保有偶像的包袱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有翻身的机会。那搞笑走这条路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就是觉得很不甘心。可是当有一天我被一位前辈拿鸡蛋砸头，我那一敲，棒，我开了，就开启了我搞笑之路。他走得很长久，他可以走得比偶像还久。就像我很喜欢木村先生一样，木村拓哉，他在拍偶像剧的时候，他可以很投入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里面。在综艺节目的时候，他可以扮女、扮狗、搞笑、模仿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行业里面、不同的职位，你本来就应该要做出不同的样子给大家看，来去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宝藏男孩。很多人都觉得你总是这么开心吗？哪有，我也有难过的时候，但是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开心，开心。你做任何事情就会很舒服。